欢迎来到巴巴娱乐呀频道，请订阅频道，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：杨紫新剧登顶背后藏着哪些秘密看点？杨紫新剧《锦绣芳华》首播14个广告，国产剧膨胀到这个地步，你服没服？各位看官，时代变了，曾几何时，咱看的电视剧讲究个剧情至上，如今这一年头，广告数破纪录，竟成了新剧宣传最大资本。杨紫、李现领衔的《锦绣芳华》首播3集，愣是在片头、片中、片尾一口气塞进14个品牌，硬生生把广告植入完成了土豪炫富现场。3集看下来，观众弹幕都快变成品牌口播员了。可更炸裂的还不是广告，是热搜热度像坐火箭数据飙上天，预约量直奔750万，社交媒体话题轻松破10亿。芒果 TV 史无前例，网友都坐不住了，国产剧真的要这么商业致死吗？到底是杨紫的演技撑起了天，还是广告主们被演技感动带资进组了呢？这场面连看过大头儿子请你喝健力宝的80后都要惊掉下巴。各位，咱们的仔细巴巴里头的门道，咱先来点刺激的。你说这《锦绣芳华》到底讲的是乱世佳人如何逆风翻盘，还是电视剧行业广告狂魔争霸赛？片头6个 logo， 谁敢动移动鼠标，怕是错过一支广告的灵魂深度。你见过没？开局广告行云流水，中插广告滴水不漏，广告也不甘示弱 ，Real 强行插队，14个广告，这下各大品牌站队表中心，生怕自家 logo 漏镜头，这还让不让观众好好磕糖了？一边心疼何为方家国情怀，血泪复仇，一边被战马百岁山轮番冲浪，那叫一个出戏。但最魔幻的是，《锦绣芳华》愣是凭广告数量抢下了历史新高，广告商笑逐颜开，电视台喜气洋洋，观众呢，只能在弹幕里跟广告做斗争。兄弟们，究竟看剧情还是背品牌？这年头，电视剧变广告，广告成了主角，您说离谱不离谱？咱再往里剖3分，这个局面还真不全赖资本的狼性进攻。也怪不得杨紫李现带资进组的承认，人家首播数据是真叫硬核，双平台预约超750万，播出24小时再拦2亿播放，一夜之间接连4个热搜，社交媒体话题量10亿起步。更夸张的是，弹幕区从头到尾都是观众，脑洞广告太多，像在看电视购物。杨紫李现颜值能不能挡一挡百岁山的镜头？剧组用这一波操作，把广告、剧情、演员、流量完成一锅大乱炖，只要能火，流量遍地开花，你管它是流量还是销量？有人拍手叫好，觉得广告拉满才叫有底气，内容才是硬通货；也有人捶胸顿足，直呼一口毒奶，以后国产剧是不是要金主指定女主哭10分钟，王老吉给镜头8秒特写了？不过你说，这剧广告虽多，剧情节奏倒没乱套。何为方从花商跨界医药，李现从纨绔变权谋，每个人物都拧巴的真实，观众一边吐槽一边还看得上头。真的假的吗？大家心里门清。东北2大爷都看出了门道，广告听起来闹心，剧情要是扛得住，我就能忍，反正儿媳妇要磕的 CP 我拦不住。表面热闹归热闹，一层先过去才发现猫腻不少。首播数据好，广告天价，收视也稳居前3，可幕后暗流涌动。特别在广告塞满之余，剧情内容是不是被带节奏了？有观众留言，越打广告越有种眼花缭乱的疲惫，分分钟要把主角名字记成赞助商。更有反对派直言，现在的国产剧已经不是演员演技对打，而是品牌露出拼命争宠。更辣眼的是，有观众2刷时直接统计广告停留时长，硬给出了剧内广告比剧情还精彩的土味。
反方观点这就上来了，有一派观众不吃这套了，直接拉起横幅广告过度将毁口碑，国产剧又走到流量致死的十字路口。你一会儿医者仁心，一会儿雪碧爽心，人物情绪都被撕裂了。果然一波广告潮退去，争议声也跟着涌来。问题来了，全剧招商史上第一，热度史上新高，观众会不会腻？你说演员演技再好，观众心里哪受得了无孔不入的商业轰炸？但哪有那么简单，剧情还能反转？你以为广告多就等于烂剧，演员吃瓜？大错特错！玩18般武艺的还是剧组幕后操盘，把广告做得像剧情，会玩才是真王者。说起来，锦绣芳华这14个广告，有几处实实在在没让人觉得反感。譬如要管毋庸堂的品牌软植入，恰到好处，剧情中自然转场，岂止不尴尬，反倒给人物加分。锦绣方圆重现长安盛景，花海市集和唐代乐舞用 AI 复原，大场面完全对标电影，服饰细节以簪花仕女图为蓝本，这气场甩一票同质化古偶10条街。更绝的是，杨紫那场牡丹坟园的虐心泪崩，配着一堆品牌，照样能让观众带入角色情绪。李现的纸鸢飞鸟金句，明明是广告间的转场，偏偏观众脑补成了角色成长金手指，甚至道具也都成了品牌联名，古董怀表、定制头饰，一转身线上电商销量飙到天花板。广告和剧情融成一锅，剧粉和品牌主同床异梦，互不嫌弃。所以14个广告成了行业新标杆，市场也不是瞎疯。广告主们一边喊着内容为王，一边给杨紫李现送上扛剧王招商王锦旗。在这场商业大秀和内容创作的修罗场，杨紫的女主气场，李现的权谋反转，意外盘活了国产剧内容加流量的双保险。说老实话，要不是内容真过硬，广告主早就卷铺盖跑路了。可千万别以为风平浪静，这热度泡沫下面危机感可没少了。锦绣芳华广告提速，片方盆满钵满，可观众的免疫度也在飞涨。广告套路见得多了，观众自然越发挑剔。会员抢先付费，不就是为了少一条广告吗？硬塞14个是道德绑架还是消费耐力赛？有人冷笑你宣传国产内容崛起，结果被资本驱动的无处逃。广告商再多点钱，可一旦剧情掉链子，观众分分钟脚底抹油。去年还吹上天的国色芳华，翻车起来分分钟热搜变潮点。剧集内容上也有隐忧，老百姓最怕的还是内容崩盘，广告不崩。谁都明白，广告放的再多，抵不过剧情失手，演员下线，麦田再大，也怕来场大雨霜冻。更让人五味杂陈的是，剧组把非遗元素、唐代婚俗、实景坟园做到极致，可只要广告过界，观众心里立马竖起墙，到底宣传传统文化，还是给百岁山植入自家水源？各方分歧不断激化，剧情质量、广告容忍度、演员表现、市场热度，四方逐利，谁都不想松口。你方唱罢我登场，广告主和粉丝谁先掉队，行业还真没答案。真的给这剧鼓个掌，毕竟广告满天飞，剧情也能进娱乐圈前3，这水平搁谁都不服不行。广告多，那是资本看上了内容实力，有钱就任性也算现实版大女主逆袭，只是咱们观众成了沉默的广告陪练。有人说广告多毁体验，我倒觉得能在14个广告里还磕住主角糖，也算国产剧观众的包容力大考了。要不怎么说国产剧行业卷出天花板了呢？帮广告主省了买央视黄金档的钱，顺便也带火了国产非遗和文化复兴，咱韭菜们看热闹图个乐呵，也挺知足不是？但讲真，国产剧要是靠广告腌成咸鱼，咱观众早晚还得给压榨出品牌过敏症。
哪天男主领盒饭都要感谢金主爸爸赐饭票，这个圈就算彻底魔幻了。那啥，杨紫的下一个广告王剧本，广告主还得多派几个专家把关，别让故事内容溃了的。